有没有问过自己，我是抑郁了还是犯懒了？你是否整天无所事事，却仍然感到极度疲惫，觉得起床困难吗？许多抑郁症患者常常觉得他们只是懒惰，表面上抑郁和懒惰可能看起来相似，但它远非相同。我们做这支影片就是为了提醒大家，抑郁并不会让一个人变懒或变坏。那么我们就来说说一个人太沮丧而不能做任何事情的6个迹象。1. 无法让自己清醒过来。你最好的朋友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有一天来看你时对你说，你真的需要摆脱他。我也想啊，但我做不到啊。你回答他，希望你能理解你是多么渴望重新爱上看你最喜欢的电影。告诉别人要振作起来，听起来非常无效，暗示某人实际上决定要受抑郁症的苦。抑郁从来都不是一种选择，没有人会选择体验固定程度的抑郁。如果他们能选择停止体验，他们肯定会选择停止。抑郁症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需要专业治疗，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借助药物治疗。2. 不能让自己开心起来。和第一点相似，你曾经感到灰心或丧气吗？然而并不能准确地指出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或者做的任何事情似乎都不能消除心中那些沉重的感觉。根据一份报告说明，抑郁症是一种精神疾病，会对一个人的思维、情绪、感知和行为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抑郁症会使患者对一切感到悲伤，事实上并不一定需要什么事情触发，比如一件困难的事情或情况，一个让人失落或环境改变，才会让一个人从表面上感到抑郁。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生活非常棒甚至令人称羡的人，甚至他们也会承认这是真的，但那个人内心里仍然可能觉得糟糕透顶。3. 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会不会觉得生活中的一切都变得不那么愉快，没那么有趣，不那么重要，不那么可爱，不那么有价值了呢？有没有觉得很难被激励，感受快乐或期待？抑郁充斥到了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和缝隙，导致一切变得不那么令人兴奋，且没那么令人满意了。这种兴趣的丧失被称为快感缺乏症，意思是减少了做任何事情的欲望和缺乏动力。根据一项研究显示，这种症状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出现。有些人在别人面前得不到快乐，有些人可能会感到孤独，但同时还想要孤立自己。4. 不能像以前那样工作了。有没有觉得从床上爬起来很困难？本应该洗澡了，但会想，这有什么意义？去工作，但无法专注于手头的任务。当一个人经历悲伤时，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过去，但临床抑郁症患者最有可能的是退出日常活动，停止与他们所爱的人交流。他们面前的山似乎更难爬，是很难跨越的障碍和挑战。5. 懒惰并不是由任何事情触发的。有没有发现那么懒惰，没有精力做任何事情的感觉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延续？宁愿躺在床上也不愿洗衣服。知道吗？抑郁症中能被察觉到的懒惰通常不是由一件特定的事情引发的。抑郁的人可能因为冷漠和无动于衷而看起来懒惰，他们不关心完成一个特定的目标，有时会感到无助。然而抑郁症患者表现出的这种懒惰行为的原因并不总是明确而直接的。6. 懒惰不是自己的选择。我知道我必须做些什么来实现我的目标，但无论我的头脑反复思考和提醒自己多少次，我都不会去做。我想我是犯懒了。曾经向自己信任的人承认这一点，说过这样的话吗？或者可能自己头脑中有这样的想法。懒惰已经成了一个与意义联系在一起的陈词滥调，通常是一种性格判断。真的，这对于理解为什么有人不努力，不把努力向前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或他们被期望做的事情，并无帮助。懒惰被认为是个问题，而不是问题的症状。在新的治疗方法中，人们可能会发现自己抑郁的危险信号。一旦潜在的问题被解决，就会离治愈更进一步。
抑郁症是一种复杂多症状的疾病，可与其他精神疾病共同出现，如焦虑症或恐惧症。由于抑郁症的复杂性，彻底而全面地理解抑郁症难上加难。然而，黑暗的尽头总会有光明。抑郁症在很大程度上是可治疗的，即使是最严重的抑郁症。抑郁症通常是周期性的，早期治疗可能会阻碍或预防反复发作。事实上，如果注意到自己或自己爱的人有这样的行为，任何人都不应该犹豫，寻求专业帮助。你有影片中提到的这些迹象吗？欢迎在下面留言区留下你的想法、经历或建议。如果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一定要点赞并分享给那些需要的人。最后，如果您还没有订阅，记得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才能够固定收到我们的影片通知，继续看到我们的影片。参考文献在资讯栏。感谢收看，下支影片不见不散啦！